安全无小事，爆燃炸翻天！我是行走的电池安全说明书工科男老王。谢邀，我是工科男老王。相信前面几位老师的讲解与分析呢，以及让大家收获满满，是不是 get 了很多新知识呢？对于新事物的出现，大家都满怀好奇，又时常望而却步。每次电车发生安全事故呢，网络议论都会引发大家很高程度的担忧。大家都知道，电动汽车与传统汽车最大的区别就是动力的来源。那么，电动汽车的电池又是怎样的一个存在呢？刚刚上市的国产版 Model Y 的电池是否安全可靠？未来是不是会在热搜上的常客？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对这块电池深度拆解，并且进行极限测试。国产版特斯拉 Model Y 的电池采用的是 LG 化学供应的圆柱形3元电芯，其设计状态呢与早期的这种进口的 Model Y、Model 3采用的松下圆柱形3元电芯结构和设计思路基本一致。而且随着 Model 3的电池国产化，预计Model Y 的电池后续也较高概率会切换为国产的电芯，那么价格也将大幅度的下降。正应了网上流传的一句话：久久不能释怀啊。那么对于这个占了特斯拉 Model Y 整车超过20%成本的电池包，我们来看看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Model Y 电池的整包结构。国产 Model Y 与进口 Model Y 和几年前的这个 Model 3可谓是孪生兄弟了。电池包呢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国产 Model Y 电池包的设计高度集成，那电池包的整个安装层面，它的这个工艺相当的简单啊。电池上下壳体呢，采用了大量的这种结构胶粘结的形式，尽可能的去减少它的这个金属件的连接，对于其减重和降本优势呢非常的明显。我们在拆解整包的时候呢，耗费了大量的精力来把这个电池包的上下盖之间给它完全撬开。这个就是我们拆开之后的电池包的上盖，基本上拆完之后它就报废了。电池包的整包层面呢，不具有什么可维修性能，只能靠暴力拆解，把它整个给它分开。那我们顶多能做到呢，就是把我们的电池模组做一个回收。那同时呢，它这个模组级别整个集成度也非常高，也基本不具有可维修性能。如果模组内部的零件发生了问题，那么模组基本上也就只能报废了。另外跟上一代的这个电池包相比，国产 Model Y 的电池隔震垫呢，基本上也取消掉了。还有点需要吐槽一下的就是 Model Y 它整个电池从整车上拆卸下来的时候呢，也非常的耗时耗力。在下面有一圈安装螺栓从下往上安装。那么同时呢，它从上往下也有8个安装点8个固定点呢，藏在了我们乘客舱的这个内部车身的底面下面。也就意味着说，如果我们要把电池包从车身上给它拆卸下来，需要先把它整个内饰、座椅地垫什么的全部扒掉才可以。这也难怪了，之前国外的有网友爆料呢，更换一个 Model 3的电池包，光人工费用呢就要1万多人民币我们在拆车之前呢，看了一下整个车的这个电池的底部结构，国产的这个 Model Y 的电池底部呢，基本上是它整车的这个最低点了。特斯拉的整车离地间隙呢，大约就140毫米。除了它是最低点之外，整个电池底部呢，它没有加额外的这个防护板，或者说喷涂，比如说国内常用的这种抗蚀基胶的工艺。再过一些坑洼路面或者说上山下乡的时候，就很容易发生电池的这种脱底的事故。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Model Y 的模组国产特斯拉 Model Y 呢，也沿用了这种早期的大模组的设计方案。那国内之前炒得热火朝天的这个 B 加的刀片电池和 C 加的 C2P 的这种结构，都是采用这种类似的大模组的这种精髓。不过呢，都是通过改善它的整个体积利用率来提高电池包的能量密度，整包的集成度呢就非常的高了它模组与模组之间连接的这种高压连接件呢，采用的是这种铝排的这种结构。我们国内基本上呢，一般都采用的是这种铜排的结构。那特斯拉的这种设计呢，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实现减重和降本。另外呢，它模组电芯之间采用了大量的这种密封胶灌接的形式，这种设计呢，能对电芯做一个紧固，也能防止电芯采样的这种高压的这种铝丝出现一些断裂这种情况。整体的这个机械性能和它模组的这个温度的一致性呢，还是比较好的。不过呢，跟上一代的这个电池相比
它整个模组的这种灌风胶用量呢就少了一些。我们都能看到上面一些密密麻麻、稀稀疏疏的这个小孔啊。模组呢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老版的模组啊，它上面有一个底面呢，它有个塑料板，哎，那现在呢这个版本呢它已经把它取消掉了。那除了这个模组结构上面的特点的话，模组的安装上面呢也有一些特色啊。我们在拆电池包模组的时候呢，侧面的模组总共有10个螺纹孔，但是我们在拆的时候，它其实取消了2个了啊。然后除了这个螺纹孔取消、安装点取消之外呢，它模组以这个纵梁固定的2个点，它也给它取消掉了啊。特斯拉真的是为了降低成本，是不择手段啊。不过对于这点我们还是有余力的，因为它本身整个模组的这个框架结构用的都是一些塑料的这种紧固件，你螺栓、你的固定件取消掉，那么这种降本方式对于车辆后期的这种使用，它性能是不是会有影响，还有待商榷啊。如之前所说的，国产 Model Y 的电芯呢，采用的是 LG 的这种圆柱形的3元电芯，整个大模组设计呢有1150颗，小模组的电芯呢有1058颗。模组电芯数量比较多，每颗电芯的这种正负极都采用的是这种铝丝来键合，制造工艺要求极高啊。当然了，现在很多产品呢也在用类似的这种工艺啊，成熟度还是比较高的。不过我们一般都采用2根这种键合丝来做一个双层冗余的设计，防止其中一根断了，那么另外一根还能够正常使用。不过因为它本身是一个灌胶的结构，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呢，能对这种键合丝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啊。我们现在国内主流的企业呢，多采用这种方壳或者软包的电芯成组之后再集成电池包，不管是模组成组还是这个电池集成，大都采用这种金属的紧固件啊。相对于这个 Model Y 来说，它的这种塑料的紧固件，那么形式就要更可靠一些了啊，比较少采用它的这种结构胶的形式来直接灌装。同时呢，我们考虑到国内政策补贴能量密度的这个需求，也比较少将电池包和我们的这个高压系统做一个深度的集成啊。另外呢 ，Model Y 它采用的是这种主动式的保险丝，我们也叫它烟火开关。那这种开关呢，以前是主要用在这种车辆的这种低压系统上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12伏系统的气囊点爆的这个回路里边，很少用在高压上面。那特斯拉呢，它首先用于高压啊，这种呢也是属于比较激进的方案了。现在国内应用的企业呢也不多，主要原因是考虑它这个可靠性的原因啊。但是特斯拉在这点上呢，从来没有怕过的，对不对？更加激进的是，你看它的模组已经这样子了，对维修性基本上不做考虑的。如果说里边有一颗电芯嘎坏了，那么全部换掉啊。也就是说在特斯拉的原理里边呢，汽车和大家现在手里边的手机也好，平板电脑也好，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区别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 Model Y 的这个电池管理系统。特斯拉的这个电路集成板，这是特斯拉的这个 BMU 电路集成板，它电路集成板上集成了高压转低压的这种隔离 DC-DC 啊，分别给 BMU 12伏分流器等进行供电或者充电，以保证我的整个高压系统呢能够持续的工作，不会轻易的掉电。同时呢，它的主板上呢也集成了电子的预充功能啊，可以省去我们国内常见的这个预充回路，省了一个继电器，省了我们的预充电阻，可以实现比较可观的这个成本下降的。那模组的这个 CMU 跟模组的连接呢是采用这种比较细的这种铝丝焊接，那这个呢它就采用这种双层键合的这种形式的，做一个冗余设计，简化了整条的采样线束。另外呢 ，CMU 回环通信增加了电芯采样的这个可靠性。Model Y 的电池呢还有2个白色的传感器啊，还有2个白色的传感器。初步分析下来呢，应该是2个净水传感器，因为模组的这种它本身这个模组的这种倒置的这种结构设计啊，会让电芯的这个正负极呢属于一个底板比较近的这个位置，属于电池的比较底部啊。如果说电池内部进水较多的话，会更容易导致电芯的正负极短路。如果说正负极短接了，形成短路了，那么危险系数就相应的增加了。实事求是的说啊，Model 3的这个电池管理系统，它的整个电池包的热管理系统确实做得相当不错啊。不管是热管理系统的整个设计思路也好，它的水冷板布置也好，还是这种电芯的这个导热的这个效果也好，导热传递的路径也好，对于电芯的这种散热呢，都能起到非常高的这个效率。相比海外版的这个 Model Y 以及进口的这种 Model 3，最小的这个管径的快插件呢，它最小管径的这个快插件在直角的内侧增加了一个卡爪，水管的这个接头形式呢，由原来的这2个爪子啊变成了3个爪子，提高了它整个接头的这种可靠性和稳定性。但是我们在拆的时候呢，它比较脆，一拆
一掰嘎断了。啊，模组内部的冷却板之间的这个连接短管，模组内部两个冷却板之间这个连接短管呢，它也做了一个工艺的升级啊。在它的一侧呢，它通过一个塑料的这个堵头来设计优化啊，通过塑料的这个堵头过银配合来实现。猜测呢，安装的时候呢，是通过直接敲击的形式敲上去的啊，基本上也是属于一次性装配了。因为我们在给它做拆卸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很容易变形啊。如果说它在装配不当，或者说它气密性出现失效的情况下，你这个返修就变得很麻烦。那相比其他品牌的电池包 ，Model Y 的这个模组集成呢，主要还是以塑料为主啊。整个模组的这种底部也好，或者它侧端板也好，基本上都以塑料件为主。那其次呢，就是它整个发泡的这个工艺啊，做一个灌接。那这种呢，温度的一致性还是比较好的。相对于国内主流的这种热管理系统的设计来说呢 ，Model Y 的热管理系统结构复杂程度比较高啊，整个电芯散热效率比较好。那同时呢，冷却系统的成本呢，也就并不便宜了啊。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最关心的电池防火安全设计上面的一些情况啊。根据特斯拉的这个规划呢，明年预计生产超过40万台的 Model Y， 如此大量的产品投入市场，再加之之前特斯拉一些车型爆出的这种自燃和起火的事件，安全性是很多网友的关注焦点。为了能更直观的给大家展示一下 Model Y 它的一个电池热失控的安全性能表现，我们特意协调资源给大家开展了一个电芯和模组层级的这么一个热失控的测试。那我们的测试方法呢，都是参考的国家标准测试方法。至于为什么我们不做整包级别的测试，因为我们只有一个电池包，而且还拆了。所以呢，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不对？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电芯针刺的这个情况啊。那我们做电芯的这个针刺实验的主要目的呢，是因为通过这个针刺实验呢，去验证一下我们电芯出现内部短路的时候，它会是什么样一个表现形式，它的安全性能怎么样啊？需要让他们用个冷却液来先把它降个温，降完温之后，等它风险没了，然后我们再拿出来给大家展示。通常情况呢，看这种电芯或者怎么着，还是需要带好相应的防护的啊，主要是防止它喷发。从这个上来看的话，它基本上已经没了，温度也正常。OK， 刚刺过去，然后里边马上发生内短，然后从这个薄弱环节，还有它这个地方，它的这个气压阀的这个位置，直接就喷掉了。那刚才能看到那个像放烟花一样的那种效果。那挤压实验本身是用来模拟我们的电芯或者电池在正常使用的过程里边，如果说电池包受到了这种外部的比如碰撞啊，或者说电池比如类似于脱底啊，会造成它电芯内部模组啊、电芯这种结构的这种变形或者侵入，然后导致它内短出现的一些安全性能或者怎么样，我们也做了个实验。现在我们在做的是对 Model Y 电芯的这个挤压测试，然后在挤压力到了22.88千牛的时候，它整个挤压变形量大概27.4%，然后它就突然爆了。这个过程还是比较劲爆的，把大家都吓了一跳。这是它的底部啊，这是它的顶部，这一挤导致它内部短路，然后巨大的这个短路的压力啊，直接从它的这个气压阀的这个位置。直接就从上下，然后就直接崩开掉，所以那一瞬间的声音就跟放烟花一样，还是相当刺激的啊！从单体的这个角度来说，结构的损伤对它来说危险性还是很高的。那最后呢，我们再看一下模组层级的这么一个热失控的测试，看看特斯拉的电池防火设计在单颗的电芯发生起火之后，它的保护性能怎么样？画面里面也能看到，它这个爆掉之后呢，基本上起了点火，然后慢慢的温度也就下去了。它整个电芯模组的这个电压没有太大的变化，周边的话也没什么其他的影响，就大概烧黑了一点点啊。刚才看了一下，整个模组的电压跟测试之前是一样的，所以它这种并联的这种电芯有个好处，就是其中有一颗出了问题，整个不会影响它的一个电压。所以如果它没检测到这个点爆了的话，那它车还是能开的。
它这个热失控在这个方面做的还是可以的。从本次3个热失控测试结果来看，如果单体电芯发生热失控，其热失控的剧烈程度和危险性还是比较大的。但是从模组的针刺试验结果来看，即便单颗电芯发生的热失控，也并未引起其他电芯的热失控。着火的电芯喷完火后呢，周围的温度很快就降了下来，模组电压保持稳定。Model Y 的这种电芯并联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确保，在即使发生了单颗电芯热失控，也可以直接不管它，不会影响车辆的正常行驶。这点还是超出我们预期的，这种设计也很大胆。模组层级虽然是单颗电芯发生的热失控，但是呢，因为它本身整个这种灌封胶的这种结构设计，将单体电芯呢都封装在了它的相对独立的一个区域里边，对于热失控的这种蔓延的防护效果还是很好的。另外呢 ，Model Y 整包设计有2个防爆阀，这2个防爆阀呢，在热失控之后可以将电池包内部产生的极具压力，然后通过这个防爆阀直接导向性的泄放到电池包的外部。那对于用户安全性来说还是比较好的给用户留了一些逃生的时间。现在国内很多企业呢也在用类似的设计，不过呢 Model Y 模组电芯的泄压阀朝向呢和它底部银模板的设计还是比较有意思的电芯泄压阀朝向的设计采用银模板加上它整个铝托盘这种几乎粘接的形式虽然它的整个电芯泄压阀是朝向的，那么在极端高温情况下或者电芯发生热失控的时候呢，它会向下进行一个火焰的喷射。在这种情况下，有银模板的防护呢，它不会直接喷穿它的铝部的这个铝合金托盘。那这样的话，在一定程度上呢，能做好一个热安全的防护设计。那很多这种现有的产品呢，泄压阀呢是朝上的设计，然后的话上面就是我们的这个托盘。那在我们的模组和我们的托盘之间做一些防护的设计，比这种方案呢，特斯拉相对来说会更简单，而且可靠性也是比较高的。在这呢，老王还是要多说几句单体电芯的热失控呢，整个反应不能代表整包级别的热失控的性能。我们做这个测试呢，主要是为了满足大家的这个需求让大家能够更直观的了解在极端情况下电芯起火的一个表现形式是怎么样子的。电芯整个电池包的这个防火安全性呢，是一个系统性的工作。那国家标准呢，自今年1月1日起呢，就要求满足至少5分钟的这个电池热失控提前报警的这个要求了。而且呢，国内呢已经也有厂家能够做到提前30分钟的这个热失控报警，甚至能够做到永不自燃，就是火焰不喷射到外部。当然了，也要付出相应的成本代价。总的来说通过我们对电池的这个拆解和测试，让大家对国产 Model Y 电池呢有了更全面的了解。相比进口的 Model 3或者 Model Y 电池呢，国产的这个电池成本有所下降，在它的结构安全性系统安全性、底部这个撞击的防护性能方面呢，都有一些下降吧。整个性能呢有待时间的检验。目前新能源产业飞速发展，电动汽车呢作为汽车工业发展重要的一环，也备受关注。特斯拉对造车的重新思考，很多这种颠覆般的这种做法，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启发。同时呢，也正在间接的推动国内的汽车产业快速迭代，推动整个产业升级。无论你是汽车行业从业人员，还是汽车爱好者，通过这次我们对 Model Y 的拆解，对电池的测试，我们都希望可以给你带来更多的认知和更大的启发。那进度条走到这里呢，也就意味着我们的栏目已经接近尾声。欢迎知友们在社区继续讨论，也欢迎持续关注知乎汽车，关注我们拆车实验室。有问题就会有答案，大不了拆给您看。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